其实我还没来日本的时候啊，觉得日本应该是像东京那样的繁华的城市。但是来到日本乡下居住之后啊，我发现烟火气息还是挺浓重的。你们看看这一家，他们是一个单身的大哥。日本单身汉很多啊，就是选择不婚，然后呢，也是那种不修边幅的，家里的草都没有拔，房子旧了呢，他也不去修理。而且我们这边呢，有很多就是那种废弃的房子，那边都是有很多废弃的房子。就是那个房子已经是没有人住了，但是呢，也不能给它强行拆除。日本乡下像这种无人居住的房子非常非常的多。这个房子呢，虽然是没有人住了，但是呢，它还要向政府去交纳这个房屋的税金。我家斜对面这家呢，原来也是一家废弃的房子，然后呢，就是挂在网上卖嘛，有中介过来收。卖的也很快啊，像这家好像我记得是400万日元，大概也就是20多万人民币。它是一层的，买的这个人呢，他自己花了点钱去装修了一下。这边呢，确实适合养老，不太适合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居住啊。这边的居民区啊，全部都是年龄大的人住的比较多。这边呢，风景啊、环境啊都很宜人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来这边养老啊。给你们看看，前面就是有几家废弃的房子。哟，慢一点呀！这家以前应该还是弄得挺不错的。就是后来没有人住了，这个房子就空在这里。这个东西就摆在这里啊，仓库，反正也是没有人来处理，一直都是摆在这儿。好的。可能时间有点长了吧，这里呢都堆积了很多的灰尘。看这个从那边下去啊，这个房子就在这个山下面，就在这个下坡的这个位置。他家应该是以前应该也是挺不错的，这边应该也是属于他家的地方。这边呢有种了很多果树啊，核桃树，然后这个下面的这个绿的这一堆，我记得是栀子花树，每年都很香很香，开的特别特别的香。给你看一下这个里面，它也是很多东西堆在家里啊，没有人去处理。其实像在日本啊，这种房子很多很多，都数不尽的这样的无人居住的房子。尤其是在乡下山上，这种房子特别特别多，经常随处可见。你们看这个小道啊，别看它窄，它经常会有汽车可以从这里面开过。天气很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带孩子在这里溜达溜达，也挺好玩的。这边呢是没有路灯的，像晚上我们基本上是不敢出来，因为山上会有一些小动物，野猪。最可怕的呢是那个大熊啊什么的，会有熊经常会出没。有的时候啊，村委会什么的都会警告我们，就是告诉我们有熊出没啊，大家要注意什么的。给你们看一下前面呢，还有一家空房子，他家的土地面积，之前我觉得他们家应该是弄得挺不错的，但是很长时间没有人管理了。你看这个车库都已经破了。这一家之前应该是蛮大的，而且我感觉生活气息的那个氛围啊，应该是挺不错的。他们家还有种花呀，种的一些东西，可能是搬家了吧，去了更大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这边的房子呢，他们就是废弃在这里，也就不用了，也没有人管理。不过虽然是无人居住的房子，废弃的房子，但是就是千万不要私自的去踏进这个地区，因为呢，这个全部都是属于私有的，日本人的房子都是私有的，你踏进去呢，或者是你进去看一下什么的，都是违法的。而且日本的房子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墙皮都脱落了，它全部都是木头制造的。带你们近距离的看一下，
它全部都是这种木造结构，所以呢抗震效果比较好，但是呢也容易被蚂蚁腐蚀啊等等。现在这种木造结构的房子很少了，全部都是那种轻铁轻钢的结构比较多。所以呢，像这种二手房啊，木头建造的房子啊，几十年了，它的价格呢就是很便宜的那种，基本上到300万到800万左右就可以买到一个日本的中古房了。虽然这个废弃的房子在这里有点影响这个周围的环境啊，但是政府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呢，他们也没有人去处理啊，也不会去把这个地皮卖给中介呀，然后再去售卖。有的人会去把这个自己不住的房子去卖掉，但是有的人呢也是没有精力去管，所以呢他干脆就是放到这里。如果呢选择把这些房屋还有一些建筑啊，这些房子全部拆除的话，也是会花不小一笔资金的。在日本啊，不仅盖房子挺贵的，拆房子也是很贵的，而且这个垃圾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的费劲。今天啊，天气很好，山里的空气真的很新鲜，又是美好的一天啊！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！